2022年了，宇文玥终于捞出来了。4年前《楚乔传》开播火爆了那一年夏天，不管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新月夫妇，还是窦骁的烟熏世子，亦或者是黑化的元纯公主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她的结局。电视剧的最后一集，林更新饰演的宇文玥被大军围剿在冰湖上，身受重伤，最终湖面碎裂，其也随之沉入湖水中。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完结，小说中还有后续。宇文玥也不应该在冰湖中就戛然而止，但是说好有第2部，等了4年都没有什么动静，所以剧粉才会这么意难平。意难平冰湖中的宇文玥，意难平没能看到原班人马的第2季。而虽然等不到原班人马出演的《楚乔传》第2季，但近日有消息称，该剧的男女主演林更新和赵丽颖即将2搭《羽凤行》。该剧是一部投资巨大的仙侠剧，《羽凤行》是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，主要讲述借贤淑而生的女王爷沈黎，因不想接受联姻，在逃婚路上被打出凤凰原形，负伤掉落人间，被化作凡人的上古神君行止所救，在相处过程中感情慢慢升温的故事。毕竟古偶剧男女主的 CP 感非常关键，对于男主人选，呼声较高的有3位。第一个是呼声最高的林更新，赵丽颖和林更新合作《楚乔传》，上新湖南卫视，收视率一路飘红，频频破2。虽然争议不断，但2个人还是收割了不少 CP 粉。而且林更新长相比较大气，也符合男主人设年龄比较大的设定，比较白净，既有书生气，又可以霸气侧漏，演行止应该能让书粉满意。再说了，4年过去了，《楚乔传》的剧迷应该是最长情的，直到现在，只要看到有剧中角色掉到湖里场面，弹幕就齐刷刷的一片捞一下宇文玥。而在刚播出的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张若昀饰演的徐凤年跳入湖中找湖底老魁的时候，飘的最多弹幕依旧是可以捞一捞宇文玥吗？可以说这个梗是无处不在，已经成了剧粉的一种执念。不管过去多少年，另外2个呼声较高的就是邓伦和肖战。有媒体在社交平台表示，羽凤行接触过这2位男演员，看来大家想法也比较一致。其实一打眼看到羽凤行的故事梗概，很难不会联想到香蜜沉沉烬如霜，大女主的框架加上一个可爱犯傻，一个高高在上，而且邓伦在剧中也是凤凰，这还真有点梦幻联动了。确实，邓伦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没有任何硬凹人设的违和感，他后面的作品热度和口碑也远不及旭凤，说明邓伦还是比较适合古偶剧。对于肖战就不必多说了，其实市面上只要出现古偶剧，男主大多评论区都会出现他的名字，主要是因为他的古装造型颜值确实在线，非常符合大众对温温如玉男主的幻想。如果肖战能与赵丽颖合作，那对双方也都有利，顶级流量和一线小花势均力敌，有点好磕。当然还没有官宣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肖战的待播剧《玉骨遥》早已杀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线与观众见面，再拿下一部仙侠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反正只要演技和颜值在线，无论谁演，翻车几率都不大。你希望看见哪对 CP 出现呢？现在古装剧几乎都是新生代的年轻演员占领大部分市场，要说是年轻演员抗拒能力不行，也不知道是否过头了，但是事实也的确如此。90后演员除了杨紫的香蜜，爆款古装剧确实也还是之前的四小花旦占多数，例如赵丽颖的《知否》和杨幂的《狐珠夫人》等。古偶剧无论何时都是电视剧市场的心头好，大部分此题材作品都是由小说改编，或许能够满足观众一定的好奇心和幻想，加上精美的服饰和演员超高颜值，只要剧情不离谱，往往都能收获不错的效果。更别说羽凤行的出品方新力传媒，历来古装都不错，而且这类作品对演员的演技要求也不算高，就算表情没有太大变化，只要男女主有 CP 感，粉丝也能磕得动。要是再加上演技，那就更多一层保险。因为这2年也有很多口碑不如人意，但是热度往往都是同期剧中的佼佼者。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、千古绝尘、迦南传、狐珠夫人等等，他们在播出时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，口碑两极分化，但丝毫不影响坚挺的数据。周生如故应该算是一股清流了，宣传和阵容都没有太大胜算，但硬是凭借自身过硬的质量获得了众多网友喜爱。
鹅厂的 S 家大剧大多都是古偶仙侠。网传赵丽颖作为腾讯代言人，还欠着鹅一部古偶。于凤行也磕了赵丽颖很久，如果真的接下再次接触仙侠剧，她肯定已经手到擒来了。只不过男主人选就太让人好奇了。与凤行讲述的是魔界的女王爷与上古之神行止阴差阳错相遇，从此命运被紧紧纠缠在一起，经历重重坎坷之后，终成彼此挚爱的故事。从故事框架来看，与同题材作品或许没有太大区别，但是人设上却非常新颖。尽管是大女主剧，男性角色却非常有看点。女主沈离本命是一只凤凰，无奈在魔界中也难逃包办婚姻的魔爪，眼瞅着千岁诞辰，却要与不爱共度一生。她当即逃跑，被打伤后流落在人间。落魄的凤凰被鸡贩子拔成了秃毛，关进笼子里售卖。此时清秀的白面书生一眼挑中了这只鸡，两个人的缘分就此开始。如果你以为这是女魔头和软饭男的故事，那就错了。于凤行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非常饱满，男主作为二番丝毫不会被女主掩盖锋芒。实际上，对于行止来说，沈离只是个小弟，下凡救了女主，回到天界却是万众敬仰、无所不能的神。行止爱沈离，却无法放下肩上背负的责任。凡人能有喜怒哀乐，可上古唯一的神怎么可能放下苍生，只为满足私欲？这漫长的岁月只能斩断所有情缘，或许这就是与凤行原著深受读者喜爱的关键。大大咧咧的女魔头，三观极正，雷厉风行，上古之神也不会心存偏见，无故让女主蒙冤。小说曾是网站的榜首之作，拥有众多书粉，与沉香如屑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、香蜜沉沉烬如霜以及花千骨并称5大经典仙侠文。其他4部都已经被搬上了屏幕，尤其是花千骨曾引起了巨大反响，收视口碑还有热度，全方位都是王者。看来于凤行在剧本方面就已经过了关，不知道制作团队能不能给点力，为仙侠剧再添一员大将。其实网传女主将由赵丽颖担任也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在某度平台与凤行的词条里，赵丽颖的名字已经赫然出现在画面中，或许成真的概率还真不小。虽然如今赵丽颖处于转型阶段，接的大多是一些正剧，但她目前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舒适区，古偶这一块还是有很大市场的。只是如今赵丽颖接古偶戏，对于剧本质量以及制作班底会要求的严格，与凤行小说的质量非常能打。赵丽颖的演技也是85后小花扛把子，强强联手其实也未尝不可。不过吃瓜不信瓜，大家还是不要激动，毕竟作为炙手可热的小花，赵丽颖的资源也都不错。待播剧《幸福到万家》完全丢下了形象包袱，可见转型的决心。那可是《甄嬛传》导演郑晓龙的作品，其中还有老戏骨，可以展现颖宝的业务能力。不过既然出现了这个瓜，娱乐性的讨论一下也未尝不可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，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！